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继流离60亿后，袁冰妍刘学义上演虐恋，3大看点助推或成爆款。还记得2020年暑期档的黑马剧《流离》吗？这部剧累计播放量达60亿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现象级爆款剧。2年后，袁冰妍又带着全新古装虐恋剧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回归，3大看点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。流离开播前，很多人并不看好它，毕竟主演袁冰妍、程毅、刘学义、张雨绮的人气摆在那儿。谁知开播之后，这部剧的话题度、讨论度、播放量一路走高，袁冰妍和程毅一时之间成为了当下最火的人物，2位主演粉丝数按百万量级增长。走红之后的程毅立马搭档国民闺女杨紫演绎了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，该剧暂定暑期档播出。另一边的袁冰妍也没闲着，次年6月就搭档琉璃男2主演了奇幻古装剧，目前该剧正在芒果 TV 招商中，上线指日可待。从官方最新释出的招商预告来看，落花时节又逢君可看性还不错，3大亮点助推或许有望成为下一个爆款。亮点1，演员阵容很讨喜。这部剧是由袁冰妍、刘学义领衔主演，敖瑞鹏、徐小诺、杨林、景延俊共同出演。2位主演是大众熟知的古装剧专业户，近2年产出的作品质量均不错，因此也算是混了个脸熟。此外，其他演员要么就是古装常客，要么就是颜值身材都吸睛的新人演员。这样的配置也是以往古装剧常用的设定，既有吸引观众的人物，也增加了让观众眼前一亮的可能性，阵容十分讨喜。这部剧改编自蜀客的同名小说，讲述的是上神锦绣想要修炼成一朵茶花小妖红凝，但是最终却被小妖改变成为了凡人的故事。由此可见，这部剧的主线算是围绕着女主展开，逻辑性还是能够保证的。如果编剧不魔改的话，是一部可看性不错的剧集。亮点2，虐恋剧情很上头。预告开篇交代了女主角不是小仙，是红茶花妖的人物背景，再加上女主身着轻柔红衣，留着飘逸长卷发的亮相造型，整个剧的滤镜清晰不突兀，整部剧的质感立马凸显。有了看下去的念头，便有了评价这部剧的机会。随后预告围绕着男女主虐恋情深而展开叙述。神尊大人，成为神仙，我可以做你的神后吗？轻声细语的配音加之袁冰妍灵动的演技呈现，画面中红凝单纯的亲吻了神尊大人，2人的那种暧昧与美好刻画的传神起来。随后2个人戴着面具过了一段还算美好的生活，然而这样的美好只是短暂的。话锋一转，神尊大人便与门当户对的女2成亲了。神尊大人违背了与红凝的约定，只见红凝跑至婚姻殿堂，哭着质问神尊大人，众目睽睽之下狼狈至极，只为讨一个说法。这样虐心的片段，看100次都觉得上头。有一说一，在这里的画面质感依旧是高级的，女1女2的颜值也都在同一水平。紧接着，神尊穿着一袭红色婚衣含泪杀害了红凝的父亲，难道是故意欺骗女主成婚，只为杀女主家人？这样狗血的剧情虽然无力吐槽，但是看着明明相爱的2个人却要相恨，内心还是咯噔了一下。经历了太多命运的不公，红凝转而变得强大，拔出利剑开启了花式复仇模式。神尊大人，情深缘浅，女自珍重。低沉的一句独白，诉说出多少无奈，这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虐恋情节，让人不免好奇起来。既有浪漫的爱情情节，又有爽快的双强对打环节，整部剧的情节设定很多元的。而且从预告看，女主角的性格也是变得越来越讨喜，最后戴着皇冠登基的画面让人看了十分愉悦。亮点3，剧作质量可期待。整部剧的质感不错，不容易跳戏，剧情配音也都很贴脸，让人越看越上头。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剧集服道化再现，当袁冰妍的新剧造型与流离时期的造型放在一起，
区别就显而易见了。最为明显的是大婚造型，虽然一个是甜蜜式大婚，一个是战损式成婚，但是从服道画上还是能够看出分别。琉璃时期婚服稍显粗糙，做工刺绣和皇冠也显得不入流，妆容清淡，看不出亮点。但落花时节又逢君当中，袁冰妍的婚服颇具层次感，白线纹理刺绣更能够体现精美感。胸前、头顶的别致银饰造型相当吸睛，整个妆面轻重分明有立体感，整个造型都是更能体现袁冰妍五官优势的。再看日常戏份的服道画区别，琉璃时期袁冰妍的造型多以半扎双丸子头和薄刘海为主，妆容、服装也都是清淡类型，整个剧的服道画都没有特别亮眼之处。而新剧当中，袁冰妍尝试了斜分长直发、中分薄刘海、魅力长卷发，服装上以轻薄、高级、高质感为主，颜色上也有所突破，深色浅色服装均有体现。即便是浅色系的服装上，仍有形形色色的刺绣点缀，特色亮点更为突出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用心的古装剧养眼程度更高。当然，以上看法只是基于仅有的物料信息做出的预排，具体剧集质量如何还是得观察上线后的呈现效果。